乌克兰需要100套铁穹。之前，乌克兰的民防社团希望美军提供百夫长，拦截俄军发射的火箭炮、无人机。这种陆基密集阵在乌克兰确实能发挥作用，但对于乌克兰总体的防空实力而言，并没有很大的提升。毕竟百夫长肚子里的存量不多，弹鼓里的弹容量只有1500发，平常美军用的时候都是间隔使用。乌克兰在没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能确保的也就只有基辅的办公大楼之类的重要地点。所以在火力军看来，针对俄罗斯的空袭，最适合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爱国者加铁穹。爱国者负责高空拦截，铁穹负责近点防御，二者配合可以最大限度上保卫乌克兰的大后方。不过光说适合太空旷了，咱们聊聊原因，为什么铁穹和爱国者是最适合的。首先，二者可以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组成防空体系，彻底变成里3层外3层。在乌俄战争初期，乌克兰的大量防空武器成为了俄罗斯的重点打击目标，被俄军的导弹炸了个七七八八，只有一部分防空系统依靠着自家的战略纵深活了下来，比如 S-300、山毛榉、黄蜂。这也就意味着，在 NASA MS 还没抵达乌克兰之前，乌克兰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就只有 S-300，整体的防空实力其实很一般，主要是数量太少。所以在战争初期的时候，俄空天军还是能发挥作用的，整天轰炸乌克兰的前线目标。虽说后来北约好兄弟支援了一波，库存肥了，但是打仗哪有不损耗武器装备的？所以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数量其实不够多，大部分都部署在了比较重要的地区。其次，毒刺和星光这类便携式防空系统，对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和近程弹道导弹基本没什么用，甚至说德国提供的 IRIS-T 中程防空系统也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这也就导致乌克兰本土的防空系统无法构建防空网，别人家的都是远程、中程、近程都有，但乌克兰不是，它就一层。如果把各国的防空网看作渔网，别人都是3层加厚版，而乌克兰就一层比较旧的渔网，能用，但是有缺陷。这次的拦截率能达到50%，估计龙卷风火箭弹、S-300远程防空导弹有很大的功劳。至于伊斯坎德尔和 KH-5555以及口径之类的导弹，漏网之鱼比较多。还有就是北约支援的防空系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乌克兰的防空实力，但是很有限。就比如美国之前说打算援助的 NASA MS， 综合性能远强于各种便携式防空导弹，也可以对付巡航导弹以及超音速战斗机等目标。改进型 NASA MS-2 能发射增程型导弹，射程可达48公里，而且还把导弹发射装置集成在车辆上，称为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但是 NASA MS 并不是 S-400或者是爱国者3那样的高端远程防空系统，只是一款中程防空导弹而已。无论是探测距离、杀伤距离还是多目标能力，都无法和远程防空系统相比。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AMRAAM， 也就是美制的 AM-120 空导弹，可以搭配美国提供的 NASA MS 共同使用，主要部署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承担要地防空任务。缺点跟 NASA MS 一样，性能不错，乌克兰也能用，但是不够。至于德国在向乌克兰交付了的 IRIS-T， 大概率会被部署到前线。IRIS-T 导弹机动性较强，与便携式防空导弹通古卡斯弹炮结合防空系统一道，组成多层次防空系统，为地面部队提供一定的防空保护。所以看来看去，也就只有基辅的防空实力加强了，其他的还是属于一般。可以说，对于乌军而言，俄罗斯的导弹威胁是一直都在。目前，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俄罗斯空天军战机，在前线对乌克兰军队阵地进行近距离空袭。第二是俄罗斯利用轰炸机向乌克兰纵深目标发射巡航导弹。第一种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俄空天军被打成什么样，各位也都清楚。乌克兰主要面对的还是巡航导弹。
自从美国战俘在局部战争中大杀四方之后，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就变成了战争必备。在整个乌俄战争期间，俄军动用的巡航导弹主要是亚音速巡航导弹，就比如这次使用的 KH-101、KH-555都是亚音速导弹。像 KH-22、KH-32这样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使用比较少，而乌克兰手中的远程防空导弹以及大量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无法实现全覆盖的，而且拦截难度还比较高。亚音速巡航导弹能够贴近地表飞行且射程远，地形匹配制导，还可以充分使用地形进行掩护，或者尽量规避防空设施。复合制导又赋予了很高的命中精度，很难探测拦截。巡航导弹防御系统组成主要包括传感器和拦截武器。传感器主要用于探测和跟踪来袭的巡航导弹，拦截武器负责摧毁威胁目标。现在北约准备提供或已经提供的中程防空导弹性能还是不错的，都是各自国家的防空主力，理论上可以拦截发现了的巡航导弹或自杀式无人机，但是有一个前提：及时发现。对于乌军来说，巡航导弹探测和跟踪是最大的问题。经过8个月的冲突，乌克兰防空体系早已被打得千疮百孔。虽然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少防空武器，但在防空上主要还是零零碎碎的防空雷达、几套防空系统以及便携式防空导弹，没有形成完善的防空体系。对付直升机和战机还可以，毕竟个头大，但如果遇到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的高强度打击，说实话，真的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按照美国提出的巡航导弹防御架构，在探测和跟踪方面，需要卫星、预警机、长航时无人机、浮空器、地基雷达及光学探测装置，组成一个严密的传感器链，能够探测任意方向接近本土的巡航导弹。但是乌克兰没有，乌克兰的防空是由战术远程的 S-300防空系统、中程的道尔导弹系统以及歼10这样更有限的防空系统组成。虽然说乌军有北约国家的情报支援，但很多平台并未直接下场作战，主要还是沿着乌克兰和东欧几个国家边境线飞行。探测跟踪战斗机、轰炸机这样大目标应该可以做到，但对于巡航导弹这样小目标可能就比较难了。尤其是像 KH-101 这样的隐身性能好的巡航导弹更难以探测。如果只靠地面雷达，受地球曲率的影响，探测低空飞行目标距离一般也就30公里左右，拦截窗口时间非常短。所以对于乌军而言，拦截小部分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的威胁可以做到，但大部分还是会突破防御。从这几天俄军空袭效果就可以看出，就暗示北约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到手，最多仅能提升首都基辅的要地防空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爱国者出场，提供高空拦截和探测追踪。除了巡航导弹，乌克兰还要面临火箭炮的打击，毕竟俄军剩余的导弹不多了。乌俄战争打了8个月，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拿出来足够多的导弹来对乌克兰进行轰炸。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已经开始动用很多苏联时代的存货，甚至 S-300防空导弹也担负起了对地打击的任务。这就需要龙卷风火箭炮这种远程打击武器了。这次的空袭里面就掺杂了不少龙卷风火箭弹和 S-300防空导弹，而铁穹就是反火箭弹的 King， 所以火力军才会说最适合乌克兰的就是爱国者加铁穹，一个负责高空拦截，一个负责近点防御。爱国者拦截重点目标就是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及匕首导弹和口径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是俄军现役的战役战术导弹，目前俄军共装备有5个旅，其中每个旅配备约100枚。伊斯坎德尔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打击威力强，并且还有变轨能力。其他防空系统可能不敢打保票，但是爱国者可以，它具备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拦截能力。之前火力军就说过，爱国者 PAC-3MSE 系统在白沙导弹靶场成功拦截了弹道导弹靶弹，这个靶弹就模拟了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至于口径巡航导弹，跟美国的战斧导弹相当，采用超低空突防的方式，可以避开对手防空导弹的攻击，并且由于成本相对较低，在俄军中装备数量也比较大。
在这次战争中也是俄军使用的主力打击武器，拦截难度对乌克兰很高，但是对于爱国者来说就是小菜一碟。爱国者配备有先进的防空雷达，当口径巡航导弹飞行一定距离时，就能发现并能导引导弹实施打击。至于铁穹的性能，有实战为例。2012年的巴以冲突，以色列3套铁穹系统共拦截火箭弹56枚，成功率为 79%。2012年5套铁穹系统共拦截火箭弹358枚，成功率为 84%。2014年，以色列7套铁穹系统拦截了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225枚，拦截成功率为 86%。虽说不是100%，但是也差不多了。铁穹并不会拦截那些打歪的炮弹。铁穹系统在侦测到火箭弹来袭后，能在不到1秒时间内，根据弹道、天气等条件综合测算，判断火箭弹落点，只对射向城镇等有价值目标的火箭弹实施拦截，对打在空地的则不予拦截。铁穹系统不仅能精确拦截目标，并且有效区分来袭危险程度，最大程度上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塔米尔拦截弹采用激光近炸引信和高爆战斗部，对目标毁伤效果好，附带损伤小，并且塔米尔导弹还实现了小型化设计，每枚价格不到5万美元，远低于爱国者导弹单枚上百万美元的价格，附带损伤小，消费比高，可以有选择性的对威胁人口密集区或者高价值设施的火箭弹实施拦截，这谁不喜欢呢？问题就是保护范围不够广，一套铁穹能对150平方公里的城市地区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拦截保护。如果是1套2套之类，作用还是一般，来个几十上百套才能确保乌克兰本土的安全。总的来说，俄罗斯使用导弹袭击乌克兰之后，北约援助的力度就上涨了。与之前主要援助便携式防空导弹不同，这次援助的多款防空导弹基本上都是本国研制的先进中程防空导弹，可以显著提升乌克兰的区域防空能力，但是数量不够，质量也不够高。当然了，现在世界各国的导弹拦截技术根本不可能达到100%，也就是鱼过千千网，网网都有鱼。就世界现有导弹拦截技术来看，高者可望达到70%到80%的水平，中等达到50%到60%的水平都算不错了。但是乌克兰现在的水平是处于50%这个阶段，来几套爱国者提升到70%还是没啥问题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会不会支援？以色列的援助火力军估计可能性不大，毕竟之前基辅就希望购买以色列的铁穹，并要求耶路撒冷同意将长钉反坦克导弹系统从德国转移给乌克兰，但是以色列不同意，它属于是保持中立，就算是支援铁穹，顶多也只是1、2套，毕竟造价在那儿摆着，一套5000万，以色列掏不起，乌克兰也掏不起。但是爱国者就不一样了，战争刚开始，乌克兰就向美国求援需要大型防空系统，但是美国一直没同意。不过随着战争逐渐升级，美国白宫已经保证会将 NASAMS 提交给乌克兰进行使用，也不排除美国会向乌克兰进行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提供。毕竟这次俄军导弹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本土并不是最后一次，下次再支援或许就有些晚了。不过就算没有铁穹和爱国者，各位也不用很担心，乌克兰的防空不成体系是真，但俄军导弹库存不够也是真的。就当前的乌俄战场而言，俄罗斯导弹轰炸乌克兰的突防率是在不断的下滑的。早期空天军肆意横行，到现在来一架损失一架，导弹也是如此。这次拦截率50%左右，或许下次就是60%了。毕竟巡航导弹的比例是一直在下降的。如果美国支援爱国者，那就完全不必担心了。俄罗斯的导弹数量有限，再加上如今突防的成功率下降至30%，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乌克兰能够造成的威胁会大幅度减弱，前线可以随便打，光复赫尔松夺回克里米亚，也不用担心本土被轰炸。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和以色列会提供爱国者和铁穹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